痛了整整1年，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一段漫长的煎熬。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位中国大陆妈妈历经1年疼痛折磨，最终决定远赴台湾自费就医的故事。她的经历不仅治愈了身体的病痛，更带给我们对两岸医疗差异的深刻思考。1年前，这位妈妈的脚踝开始出现反复的剧痛，几乎让她夜不成眠。起初她以为只是普通扭伤，休息一下就会好转，可没想到疼痛却日益加剧。为了找出病因并解除痛苦，她踏上了一条漫长的求医之路。从家乡的小城市到省会的大医院，她换了好几家医院，看了无数医生，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却始终不见好转。在这段期间，她体会到了大陆医疗体系中所谓看病难、看病贵的无奈。挂号需要凌晨排队，门诊永远人满为患，医生看诊时间极为短暂，有时话还没说完就被匆匆结束，而昂贵的医疗费用更让他压力山大。家里的积蓄在一次次检查和药费中迅速缩水，他曾经也动摇过是否该就此放弃治疗，认命忍受。然而每天醒来，脚踝传来的刺痛都在提醒着他，这不是能硬撑过去的问题。既然在大陆迟迟无法治愈，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偶然间，他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分享在台湾就医的经历，内容提到那里的医院宽敞舒适，医护人员细心专业，许多疑难杂症都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更让他震惊的是，有人提到台湾的医疗水准居然被国际评比为世界第一。起初他半信半疑，台湾经济发达不假，但人口毕竟不多，医疗真的能比肩欧美强国，甚至领先中国大陆那些知名的大医院吗？这个念头在他脑中挥之不去，逐渐点燃了一丝希望的火花。经过几番思想挣扎后，妈妈终于下定决心试一试。对一个饱受疼痛摧残的人来说，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想轻易放过。于是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开始着手准备赴台就医的事宜，从办理证件、联系台湾的医院到安排行程，每一步都充满未知和挑战。由于两岸关系和手续的复杂，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拿到入台许可。然而他心里清楚，这一切周折都是为了重新过上没有痛苦的日子，再困难也值得。就这样，几个月前，他带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踏上飞往台湾的班机，开始了他的医疗寻光之旅。抵达台湾后，一切都让他感到新鲜而意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机场服务人员亲切地用普通话带着台湾腔调向他问候，在得知他是来就医后，还热心地为他指引交通路线，这让初来乍到的他感到一丝窝心。或许接下来的经历真的会和家乡有所不同。根据事先安排，他直接前往位于桃园的林口长庚医院，那是台湾颇负盛名的大型医学中心之一。一路上，他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看着窗外既陌生又熟悉，毕竟同文同种的街景，他不禁猜想台湾的医院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当计程车驶入林口长庚医院的院区时，他几乎以为来到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学校园或公园。只见宽广整洁的医院建筑群错落有致，四周还点缀着绿意。下车后，一座宏伟的医院大楼矗立眼前，进出的人虽不少，但秩序井然。自动门打开的刹那，冷气里夹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扑面而来，让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到了医院。然而大厅内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几秒。空间宽敞明亮，地面一尘不染，墙壁上张贴着清晰的科别指引标志。一位身穿志工背心的老人主动上前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这一幕让他有些受宠若惊。在大陆的大医院里，他早已习惯人潮拥挤与嘈杂混乱，哪曾想过医院大厅也可以像饭店一样让人感到放松。他连忙道谢，告知自己有预约门诊。志工微笑着搀扶他，指引他前往门诊柜台，那份从容和礼貌令他倍感尊重，紧绷的心情也放松了些许。来到挂号柜台，他出示了证件和预约资料，服务人员很快查到了他的预约记录，并贴心地询问是否需要提供轮椅代步。因为注意到他走路时有点跛，他连忙摆手说不用，心里对这种观察入微的体贴充满感激。整个报到手续不到几分钟就办好了，
流程顺畅得让他不敢置信。回想起在大陆时，每次挂号都仿佛一场战役，不仅要熬夜抢号，有时还得在人海中挤来挤去，生怕被插队。此刻站在宽敞的门诊等候区，他终于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以病人为中心。四周坐满候诊的病患和家属，但现场没有嘈杂喧哗，只有号码播报的声音偶尔响起。每个人都静静等待，座椅柔软舒适，不像他以往经历的硬板凳。有人在阅读杂志，有人滑手机，还有护士不时巡视，询问是否需要协助。这种有序平和的氛围让他悬着的心慢慢安定下来。不多时，电子看板上显示到了他的号码，他深吸一口气，随指示走进诊室，推开门，只见一位40多岁戴着眼镜的医生正从桌前抬头，笑着说：请进，请坐。这亲切的招呼让他紧张的心情舒缓了一些。医生看了看电脑上的资料，用温和的语气说：您就是从大陆来的张女士吧？脚踝疼痛困扰您好久了，先跟我说说详细情况吧。他点点头，开始倾诉自己这一年的遭遇，从最初疼痛的起因到哪些时候痛得厉害，在大陆做过哪些检查治疗。他一五一十地说了将近10分钟。令他意外的是，医生始终耐心倾听，中途几乎没有打断，他只是不时在纸上记录重点，或追问1-2个细节。疼痛是刺痛还是酸痛？晚上会痛醒吗？吃过哪些药？效果如何？他的提问细致而有条理，仿佛在抽丝剥茧地梳理他的病史。这种从容的交流节奏，与他过去在大陆门诊常常3-2分钟就匆匆结束的经验截然不同。那一刻，他心中涌起一种被重视的感动，眼眶甚至微微泛红。问诊之后，医生替他做了身体检查，他请他躺上诊疗床，轻柔地触诊脚踝周围，一边测试关节活动度，一边询问：这样动会痛吗？哪里最不舒服？在他小心翼翼地翻动他脚踝的过程中，他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粗鲁的动作，只有精确而轻柔的检查。大约10分钟的查体结束后，医生让他坐起来，拿出他先前在大陆拍的 X 光片和检查报告一起仔细端详。然后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凝重但依然平和地说：从目前资料看，我怀疑可能是韧带受伤后没有愈合好，再加上骨头有一小块微裂没有被注意到，所以才会反复引发疼痛和发炎。他指着 X 光片上一处细小的阴影给他看，但是普通 X 光影像并不够清晰。他接着说：为了更精确地确认问题，我建议您做一个磁共振成像检查，也就是 MRI， 这样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软组织和骨头的细部情况。放心，这检查对身体没有伤害，很安全。做完 MRI， 我们再来讨论最适合您的治疗方案，好吗？听到要做 MRI， 他有点犹豫地问：需要住院吗？要等很久吗？因为在大陆，大型检查往往需要长时间等候，有时一等就是几周，还不一定排得到先进的设备。医生笑着摆摆手说：不需要住院，门诊检查就可以，现在就替您安排，大概1-2个小时后就能做检查，结果下午就出来。他的回答再次让他惊讶万分。在他的家乡，一个 MRI 检查可能要等上好几天乃至几周，更别说当天拿到结果。没想到在这里检查竟如此方便迅速，他连忙点头答应。随即医生请护理师带他去办理相关检查手续，护士小姐态度同样亲切利落，不一会儿就替他安排好了 MRI 时段，还提醒他检查前需要除去身上的金属物品。整个过程下来，他感觉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每一个步骤，完全不用自己东奔西跑，费心张罗。这种体贴周到的服务流程令他不禁在心里赞叹，台湾医疗的效率与贴心果然名不虚传。等待 MRI 期间，他不由自主回想起过去1年的点点滴滴。曾几何时，他为了一个检查结果在医院走廊苦等半天，也曾为了找科主任看诊托人情送礼物，只求能多问医生几句。然而即便如此，小医院看不好，大医院挤不进的窘境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处境。大陆医疗体系中，人们常说大病拖不起，小病耗不起。许多普通百姓一旦罹患较复杂的疾病，如果没有门路资源，就只能在漫长的求医路上辗转奔波。
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脚上的痛病谈不上绝症重症，却像块牛皮癣似的甩不掉，日复一日折磨着他的意志。在这段日子里，看着家人为他忧心奔走，他的心中充满愧疚与无奈。如今，远在海峡另一端的台湾，他居然体验到截然不同的就医感受，没有繁琐的流程，没有冷漠的敷衍，有的是高效率、有条理，以及医护人员发自内心的关怀。坐在等候区的他，深深感到此前所受的那些罪，似乎正一点一滴得到补偿。很快的，他完成了 MRI 检查，检查过程不到半小时，设备先进又干净，医护人员全程耐心指导，让他放松，不要紧张。做完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可以先去用餐。下午带着影像报告回诊讨论结果。他走出检查室时，心中忽然涌起久违的轻松感，仿佛黑暗中隐约看到一道曙光。中午，他在医院附设的餐厅简单吃了点东西，餐厅环境明亮整洁，贩售各种便当和面食，价格也相当亲民，和院外差不多，并没有因身处医院内就特别昂贵。这令他再次赞叹，台湾的医院竟处处为病人着想，连饮食都考虑到方便实惠。吃饭时，他给家人打了电话报平安，并迫不及待分享自己的所见所感。电话那头的丈夫听了也直呼不可思议，问道：真的有这么好？那自费花费很高吧？对于这个问题，他其实心里也没底，只能如实说，目前为止花的钱比想象中少一些，详细的账单要等治疗结束才知道。不过他语气里藏不住的兴奋和希望，让电话另一端的家人也跟着高兴起来。下午回到门诊，医生已经拿到了他的 MRI 影像和报告。这一次，他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招呼他坐下后，直接把电脑荧幕转向他，说 MRI 结果出来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他屏息凝神盯着荧幕，只见片子上清楚地显示出脚踝关节的细部结构。医生指着其中一处亮白的区域说：您看，这里就是问题所在，这条韧带有部分撕裂，周围还有肌液发炎的迹象，还好发现得不算晚，问题不算太复杂，但拖下去可能会持续损伤关节。接着他又点开另一张影像，继续说：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骨头这里有一道细微的裂纹，估计是当时伤到骨膜留下的，难怪一直痛，因为它始终没有愈合好。透过他如此详细的讲解，他仿佛跟着医生一起在自己体内探索病灶。以往在大陆的经验里，哪位医生曾花这么多时间向他解释检查结果？通常都是医生扫一眼报告，就直接开药或建议手术了事。而眼前这位医生却耐心地让他感动，简直像老师在给学生上课一般，务必让他充分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这让他对接下来的治疗无比信任，因为他清楚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也明白为何需要这么做。随后，医生开始和他讨论治疗方案。他说：依您的情况，我建议进行微创手术，把韧带修补，同时把那处没有愈合的骨裂处处理好。手术不算大，时间很短，但需要麻醉，术后需要住院观察2-3天。另一种方案是先尝试保守治疗，例如复健并石膏固定。不过以目前韧带的撕裂程度，保守治疗成功率不高，您可能还是会痛，最后拖一圈又得开刀。医生直截了当地分析利弊，没有刻意淡化风险，但也没有吓唬他。他的专业和坦诚让他倍感踏实。其实在大陆时，也有医生提过可以手术，可当时一来诊断并不明确，二来他对当地医院动手术心存顾虑，所以一直不敢下决心。如今在台湾，经过详细的检查和解释，他对自己的病情胸有成竹，对这里的医疗团队也充满信心，于是果断地对医生说：那就做手术吧，我相信您的安排。医生点头微笑说：好，我会让我们团队尽快帮您安排。您远从大陆来，我们也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帮您治好，好让您早日康复回家。简短的一句话，听得他内心暖意涌动。什么叫医者仁心？这就是最好的体现吧。接下来的几天里，手术安排得非常顺利。隔天他就办妥住院手续，住进了外科病房。病房环境再次让他大开眼界。干净明亮的4人病房内，
每张床之间都用布帘隔开，以保障隐私。床边装有呼叫铃、独立床头灯和插座。病房内还设有独立卫浴设备，家属陪床的椅子也配置妥当。他心想，难怪许多人说台湾医院给人的感觉是宾至如归，光看这硬体设施就令人安心。入院当天，各项术前检查如验血、心电图等就陆续完成。护理人员亲切有礼且效率极高，每做完一项还不忘叮嘱他不用紧张，好好休息。当晚，麻醉科医师和主治医师也先后到病房探视，向他解释明天的手术流程和麻醉方式，并再次确认他是否有任何疑问。如此周到的术前沟通，在他以往的经历中实属难得。以前在家乡，医生总是忙得脚不沾地，哪有时间术前特地跑来和病人寒暄。可是在这里，他感受到的是一种融洽的气氛，医患之间像并肩作战的伙伴，一起为打败病魔做好万全准备。夜晚，他躺在病床上，虽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安心。至少此刻，他相信自己交托在一个可靠的团队手中。手术当天很快就到了，护士准时推着轮椅来接他去手术室。他向提前赶来陪伴的先生露出一个放心的微笑，然后跟着护士进入电梯。进入手术区，那里明亮而安静，工作人员动作娴熟地为他做最后准备。一名年轻的麻醉科医师还幽默地和他闲聊了几句，分散他的紧张。没过多久，麻醉药发挥作用，他沉沉睡去。等他再度睁开眼时，已经是手术结束后，自己正躺在恢复室里。朦胧中，他感觉脚踝处包裹着厚厚的敷料，隐约有些闷胀，但疼痛并不强烈。旁边有护士发现他醒了，立刻凑过来低声道：手术很成功哦，别担心，一切顺利。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虚弱地笑了笑，说：有点痛，但还可以忍受。护士立刻安慰道：我们已经给了止痛药，所以疼痛会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如果觉得太痛，一定要告诉我们。这种悉心照料的态度让他内心非常感动。过去1年里，他太习惯疼痛，也习惯了默默忍耐，仿佛觉得病痛是自己的责任一般。然而在这里，他深刻感受到医护人员对病人痛苦的重视和同理，仿佛他的痛他们也能感同身受似的。这种被关怀的感觉令他鼻头一酸，差点落下泪来。回到病房后，先生紧张地迎上来握住他的手，他笑着安慰道：没事了，很顺利。不久，主治医生来查房，向他们夫妻说明手术情况。原来手术过程比预期还顺利，那道骨裂已经帮他固定处理，撕裂的韧带也顺利缝合，并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医生一再强调，接下来好好休养和复健，您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行走，痛苦将一去不复返。这句话对他而言简直如天籁般动听，他忍不住握着医生的手，激动地说：谢谢你们把我从1年多的痛苦中解救出来，真的太感谢了。医生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不客气，看到病人康复是我们应该做的。您之前受了那么久的罪，以后可要好好享受生活了。他爽朗的话语逗得他也笑了起来。笑着笑着，他感到眼角有点湿润，这回流下的是喜悦的泪水。住院观察的2天里，他亲身体会了台湾医院贴心周到的护理服务。每隔几个小时，护士会过来为他量测生命迹象，询问疼痛程度，并及时给予止痛药或冰敷。他因行动不便需要使用便盆时，护士们也都耐心地协助且毫无嫌弃。医院甚至有营养师为病人准备可口的餐点，考虑到术后需要清淡饮食，但也兼顾营养。他从未想过住院可以有这般舒适的体验，除了伤口的不适外，几乎感受不到任何麻烦。隔壁床位的台湾病人家属还主动和他闲聊，关心他从哪里来，病情好转了没。一听说他远从大陆来治病，他们投以又关切又好奇的眼神，纷纷祝福他早日康复。有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台湾医生很不错吧，早点来就不用痛那么久咯。他也笑着连连点头，心里一方面庆幸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一方面又想，如果能更早知道这边的情况，何至于白白痛苦那么长时间呢？终于到了办理出院的日子，医生再次叮嘱他一些术后注意事项和复健方法，
还贴心地写了一份英文的医疗记录给他带回大陆备用，以防后续在家乡复诊时需要参考。这些细节都令他倍感窝心。他与先生来到1楼的出院结账处，这一路走来，他心中充满矛盾的情绪，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的是自己终于痊愈出院，可以重获新生；忐忑的是不知道账单上的数字会不会很可怕。此前为了治病，他已经做好了烧钱的准备，甚至打算就算花光积蓄也要把腿治好。然而当他拿到账单仔细一看时，一颗心却渐渐放下，脸上转而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明细上清楚列着各项费用，手术费多少，新型微创耗材费多少，麻醉费、住院床位费、药品费等等，一目了然。加总下来，折合成人民币虽然也不是个小数目，但比他预期的要低不少。他脑中快速地对比着，这总额大致相当于他在大陆奔波大半年医院所花费的总和，而在这里却用一次住院就彻底解决了问题。更不用说，如果这手术放在欧美国家，没有个天价根本下不来。想到这里，他既感慨又庆幸，台湾的医疗不仅品质世界一流，费用还相对合理透明。难怪有人说在台湾可以花小钱办大事。这次他可算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结清了费用，心中对台湾医院的信任又增加了几分。走出医院大门时，阳光正暖，他驻足回头望了望那座熟悉而陌生的大楼。短短几天前，自己怀着痛苦和希望踏入这扇门，如今却满载着健康和喜悦要离开。在心底，他默默向医院里所有帮助过他的人道谢，也感谢这片土地对一个远道而来的陌生患者所展现的善意与关怀。这次台湾就医的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医疗的认知。回想起在大陆求医时那一幕幕的焦虑与无助，如今仿佛恍如隔世。如果不是亲身体验，他很难相信两岸同样是华人社会，医疗体验竟会有如此天壤之别。他不禁思索，究竟是什么让台湾的医疗如此不同？这背后有哪些努力和秘密，才造就了今日台湾医疗照护世界第一的美誉呢？其实，台湾的医疗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年累积的耕耘与改革。在上世纪50、60年代时，台湾的医疗资源也相当有限，许多偏远地区缺医少药。然而，随着经济起飞，政府和民间都意识到医疗保健对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性。尤其是1995年，台湾正式推出了全民健康保险健保制度，将全体居民纳入医疗保障的伞下。健保实施以后，每个人无论贫富，都能以低廉的自付费用获得医疗服务，这极大改善了人们就医的可及性。对医院和医生而言，有了健保的支撑，他们可以专心提高医疗品质，而不必担心大多数病人付不起费用。因此，台湾医疗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医生专业素养提升，医院设备不断更新，人性化服务理念深入人心。这正是他在台湾就医时所真切感受到的背后推力。反观中国大陆，人口是台湾的50多倍，医疗需求庞大而复杂。近20年来，大陆也在大力投入医改，推出医保制度，新建医院，培养医护人才。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城乡差距，使得资源分配和制度落实面临挑战。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地方医疗水平有限，医患关系紧绷等问题，一时难以彻底解决。大陆的顶尖医院在硬体设备和医生水准上未必逊色，但病人满意度却仍远不如台湾。差就差在软实力。医疗的软实力包含服务态度、管理模式和体系协调等方面。台湾医疗更像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一条龙服务，而大陆不少医院仍以医院自身的运作便利为导向，病人在其中需要自己奔走协调许多环节。更令人遗憾的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有时引发极端事件。近年来，大陆甚至发生过医生遭到病患或家属暴力伤害的悲剧，使医疗环境更加紧张恶劣。反观台湾，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了较强的信任基础，彼此尊重的氛围不仅保障了医护人员的安全，也让病患更安心配合治疗。此外，台湾许多大型医院都是非营利性质，例如他这次就诊的长庚医院，
就是由企业家王永庆先生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理念所创立的医疗财团法人医院，非盈利的性质加上健保对收费的规范，让台湾医疗费用维持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也减少了医疗人员过度逐利的现象。同时，台湾医疗资源的分配也比较均衡平等，一般民众无需支付高额费用就能住进整洁的病房，获得专业的诊疗。不论是平民或达官显贵，绝大多数人接受的治疗条件相差不大，不需要额外付费才能得到尊重和照顾。像他这样的外地病患，即使全额自费，也同样享受与本地病人几乎一致的待遇。这种平等可及的体系，大大增强了病患对医疗系统的信任感。相对地，在大陆医院，尤其公立医院，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问题，医疗单位需要自行负担盈亏。一些地方曾出现过度医疗、乱开药检查以增加收益的乱象，导致病人对医生成见加深，形成恶性循环。一些极端案例中甚至发生医患冲突的暴力事件，使得医疗环境更显紧张。他自己就曾怀疑过，大陆医生给自己开的一些昂贵药物是否真正必要，但在当时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被动接受。反观在台湾，这次医生每一步都和他充分沟通，让他感到自己是参与决策的一方，而不是被动的医疗对象。这种截然不同的经验让他十分感慨。还有一个难以量化但能深刻感受的差别，就是人文关怀的氛围。台湾的医护教育非常重视同理心和职业道德训练，医学生在学校时就被灌输病患至上的理念，不仅要治病，还要疗愈病人的心。许多台湾医院里都设有社工师、心理师，甚至宗教关怀、志工等团队，随时准备在病人及其家属陷入无助时提供支持。对此，他在住院期间就有体会。那次手术后，有天他情绪低落，一位医院的志工阿姨走进病房，轻声问他需不需要聊聊天。那位阿姨笑盈盈地握着他的手，倾听他诉说这一年来的压力与辛酸，不时给予鼓励道：你真的很勇敢，撑过那么多痛苦，现在好了，苦日子过去，往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短短几句温暖的话语，让他鼻酸落泪，心中的阴霾却也渐渐散去。医治病痛易，抚慰人心难，而台湾医院恰恰在这最难的部分也做到了。难怪国际上对台湾医疗服务的评价如此之高。事实上，根据全球多项医疗评比，台湾的医疗体系连续多年名列前茅。自2018年下半年开始，台湾就在全球医疗照护指数排行榜上稳居首位，之后每年的评比都高居榜首，一直到2026年，已经连续8年蝉联世界第一。该指数综合考量医疗人员、技术、设备先进程度、服务品质、就医便利性等多项指标。台湾能拔得头筹，靠的不仅是现代化的硬体或医术，而是全面均衡的表现，比如患者存活率、民众负担能力、医疗资源分布等等，台湾都获得了高分。反观中国大陆，排名往往只在第30名左右徘徊。在最新一次评比中，大陆得分仅约69分，位居世界第31位，远远落后台湾的80多分。就连医疗花费高昂的美国，排名也在大陆之后。这些国际排名的消息传回台湾时，也许连某些台湾民众自己都感到惊喜，甚至难以置信。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医疗环境已是世界第一的水准。对于那位从大陆来的妈妈而言，这样的排名她起初也是半信半疑，但在亲自体验过后，她由衷的相信了。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数据排名带来的震撼远不及一次亲身就医来的真切。出院后，他在台湾又停留了1周左右，回诊拆线，顺便调养和简单观光。期间，他一边复健，一边感受台湾社会的点滴，处处可见市井小民的友善。他坐在路边公园歇脚时，会有路过的大妈提醒他小心脚，问他需不需要帮忙拿东西。他在夜市品尝小吃时，摊主热情地招呼聊天，得知他是专程来治病的，还诚心祝福他身体早日100%康复。甚至他搭乘计程车时，司机师傅在闲聊中知道他的经历后，也感慨地说：欢迎来台湾啊，我们医疗是不错，这是应该的。两岸本来就一家亲，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应该的啦。
听着这些平凡却温暖的话语，他心中充满感激。原本他担心由于两岸的政治氛围，台湾人对大陆来的病患会不会有所保留，甚至不友善。但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多余的。对普通人而言，生病受苦时得到帮助与关怀，就是最珍贵的体验，无关国籍或身份。回到大陆后，他的故事在亲友间传开，大家听了都感到惊奇。一些朋友半信半疑，拉着他询问各种细节。也有人感叹地说，台湾那么厉害吗？我们这边平时都没听说啊。其实这并不奇怪，资讯的阻隔使得许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认识仅停留在表面，并不了解台湾在某些领域有着深厚的实力，医疗就是其中之一。他用自身的经历告诉周围的人，台湾的医疗真的名不虚传，那里的医生和护士把病人当家人一样照顾，环境和秩序也好得令人难以想象。这绝不是恭维，而是铁一般的事实。当然，他也不忘心怀感恩，感谢当初帮助他牵线的热心网友，感谢在台湾遇到的每一位善良的人。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帮助，他才得以重拾健康。有人问他，花这么多钱跑去台湾治病，值不值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值，非常值得。如果当初不来台湾，也许我现在还在痛苦中煎熬，未来的生活品质根本无从谈起。对方又问，那你觉得台湾医院和我们这里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他仔细想了想，答道，差别太多了，但最大的就是一个用心。在台湾，我感受到医生护士是发自内心的为病人好，这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这番话传开后，不少正在与疾病奋斗的人都深受触动，有人开始上网搜寻台湾医疗的资讯，考虑是否也去试一试。也有人反思我们自己医疗体系中是否有可以改进之处。尽管两岸分隔，但民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致的，谁不希望生病时能得到最好的照顾，重新恢复健康呢？最后，让我们再回到这位妈妈身上，经历了这场跨海求医的冒险，如今的她早已摆脱了1年前那种每天被疼痛折磨的日子。重获健康后，她倍加珍惜平凡生活的点滴，可以再次陪孩子自在地散步，不再需要拄着拐杖，夜晚能安稳睡觉，不必每隔2小时痛醒，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整个人仿佛年轻了好几岁。他说，这段经历教会了他2件事。第一，永远不要放弃寻找希望，哪怕希望在远方。第二，医者仁心4个字重若千钧，医疗的目的绝不仅是治病，更在于救人。他庆幸自己遇到了台湾这群有人心又有实力的医护人员，让他有机会享受这份医疗照护世界第一的成果。更深一层地，他也期盼有朝一日，不仅是在台湾、大陆乃至全世界各个地方，生病的人都能得到这样高品质的照护，不再有因病致贫或求医无门的遗憾。这或许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他相信台湾的经验已证明，一个以病患为本的医疗体系确实可以带来如此令人惊艳的成就。故事的最后，我们不禁为他感到高兴，折磨他整整1年的疼痛终于结束，而这段跨越海峡求医的勇气与收获将成为他人生中宝贵的一章。台湾的医疗再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口碑，正如他回到家后逢人便说的那句话，台湾果然是医疗照护世界第一。